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1年内就学会5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他们难道真的在作弊吗？为什么多语言高手学得这么快？我们大多数人学一门外语常常要花上许多年，甚至苦苦挣扎，却仍然无法流利使用。然而，有些人似乎轻松松就能掌握多种语言，而且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是真有超人般的天赋，还是他们找到了某种外挂，令语言学习变成一场可以开启秘籍的游戏？事实上，作弊这个说法并非真正意指不劳而获的捷径，而是指那些多语言高手们善于运用一般人没有充分利用的技巧和方法。他们打破传统规则，用非常规的手段大幅提升学习效率。可以说，在语言学习这场游戏中，他们找到了让自己快速升级的秘技。我们今天就以一位真人真事为线索，深入探讨多语者们到底如何开挂，快速掌握多门语言。先说这位主角，本尼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小伙子。本尼在年轻时其实并不擅长学习语言，甚至可说是个语言学渣。21岁那年，他到西班牙巴伦西亚生活，为了融入当地，他上了几堂西班牙语课，但几周下来，他依然听不懂也说不出。每次下课，脑中空空如也，看着其他同学学得开心，进步神速，他却觉得自己是班上最差的那一个。在西班牙住了半年，本尼也只学会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连问路买东西都说不利索。他一度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学不会西班牙语，甚至认命自己这辈子恐怕只能说英语这一种语言。转机出现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有一天，本尼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一些关于多语者的视频，画面中有来自英国的理查会讲16种语言，有意大利的卢卡精通10多门外语，甚至还有一位美国少年提姆，年仅16岁就声称会说21种语言。这些画面让本尼大为震撼，他心中仿佛有一把火被点燃。他惊讶地意识到，原来有人类真的能掌握这么多语言。他想，自己虽然在西语课堂上败下阵来，但若能找到正确的方法，说不定也能成为那样的人。本尼仔细观察这些多语言达人的分享，试图找出他们成功的共通点。他很快发现，这些人并非个个是从小生活在多语环境或天资过人，相反，有些人和他一样，起初只是普通的语言学习者，甚至曾经成绩平平。他意识到，也许问题不在于自己的智商或记忆力，而在于学习的方法和态度。特别有一点深深触动了他。他发现，几乎所有多语者在谈及秘诀时，都反复强调了一个词，那就是热情。是的，对语言的热爱与强烈动机，正是他们快速学习的燃料。回想自己过去，无论高中学德语，还是从小学爱尔兰本地语言，他都缺乏真正的兴趣，学了多年只是为了考试，应付了事，谈不上半点热情。可那些多语者呢？他们学每种语言往往都有独特的兴趣起点，可能是迷上一种文化、一部影集或一首歌曲，或者纯粹渴望和某国朋友无障碍沟通。强烈的好奇心和热爱让他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大量时间，丝毫不觉得枯燥。这种热情，本尼过去从未在自己身上体会过。他忽然明白，如果继续像以前那样被动学习，把语言当课业，他就注定原地踏步。唯有点燃热情，把学语言变成自发的爱好和挑战，他才有可能突破瓶颈。于是，本尼决定给自己定下一个大胆的目标，每3个月学会一门新的语言。这听起来疯狂至极，连他自己都半信半疑。但他想，不疯魔不成活，既然那些学霸能做到，为何不至少试一试呢？就这样，他正式展开了一段自我挑战的旅程，把语言学习当成一场游戏，每一关攻略一种新语言。出乎意料的是，短短几年下来，他竟然真的相继掌握了10几种语言。有些语言他已经能毫不费力地进行日常对话，比如荷兰语、中文。有些语言还获得了专门的语言认证，例如西班牙语达到了专业级别。曾经那个西语课上垂头丧气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能够自信用多种语言侃侃而谈的语言达人。在第一个3个月里，他便把目标锁定在自己曾经失败的西班牙语上。这次他换了一种学法，不再依赖课堂，
而是每天逼自己开口讲，并沉浸在西语的听力和阅读中。他会跟室友练习对话，听西班牙语广播，看原版电影，甚至特意结交了几位说西班牙语的朋友聊天。100天过去，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能自信地用西班牙语交流，甚至通过了中级语言考试。接着的3个月，他转战意大利语。为了沉浸其中，他在家乡招待了一位意大利来的沙发客，天天和对方用意大利语对话。3个月下来，他的意大利语也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了。在之后，他决定挑战曾经在学校只考过及格的德语。他跑去奥地利当志愿者，一边工作一边学德语，在真实环境中迅速提高。3个月结束时，昔日让他挫败的德语，如今已难不倒他。就这样，他马不停蹄，每季攻略一门新语言，法语、世界语，甚至汉语都被他一一收入囊中。当然，各语言的掌握程度有深有浅，荷兰语、汉语等他仅达到日常对话水平，而投入时间较多的西班牙语则拿到了高级证书。但对于一个曾认定自己没语言天分的人而言，这样的成绩已是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么，本尼到底是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习得这么多语言的呢？他自己事后也认真总结了一套方法论，里面隐藏着多语者们作弊的秘密。我们不妨一一拆解。首先，自不必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热情。热情不是空谈，而是具体体现在每天的行动中。比如，本尼在学习各种语言时，并不是闷头背单词、做习题，而是尽可能把学习转化为有趣的实践。他对自己设置许多小任务，例如用正在学的语言写日记，和母语者聊天，把手机界面切换成目标语言，甚至去看目标语的电影电视剧。传统观念也许觉得看剧刷视频是在偷懒，但对本尼而言，这反而是提高的捷径。当剧情对你有吸引力时，你会自然而然地去猜测对话含义，琢磨陌生单词，一集接着一集追下来，比起枯燥地啃教材，不知不觉就积累了大量地道的表达。一旦学习变成享受，进步的速度就远远超过被动学习的人。这算不算一种作弊呢？也许传统老师眼里是投机取巧，但对语言高手而言，充分利用热情所带来的主动性，就是他们通关的第一秘诀。然而，光有热情还不够，毕竟语言的单词和句型浩如烟海，总不能只靠兴趣硬撑。多语者们的第二个开挂技巧，就是巧妙的记忆方法。许多人学语言最痛苦的莫过于背单词，背了忘，忘了背，仿佛陷入无底洞。而多语高手们往往掌握了一套科学的单词记忆法，让他们事半功倍。本尼的经验是善用关键字联想记忆和间隔重复2大法宝。所谓关键字联想，就是为陌生单词编织一个生动的画面或故事，使之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举例来说，当他学到西班牙语单词 player 意为海滩时，他脑中立刻联想到英文的 player 花花公子，并编了个滑稽的小剧场。一个打扮成艺术家的花花公子在沙滩上搭讪漂亮的西班牙女孩，结果被姑娘赏了一记耳光。这滑稽的一幕与 player 等于海滩联系在一起，他因此牢牢记住了这个单词。类似这样夸张有趣的联想，他几乎可以在几秒内创作出来，就仿佛给枯燥的单词涂上了强力胶水，一旦黏住记忆，想忘都忘不掉。当然，再好的联想故事也需要反复巩固，才能从短期记忆转为长期记忆。这就是间隔重复的原理。根据遗忘曲线，在你即将遗忘之前适时复习，就能大幅提升记忆保留率。多语者几乎都会利用这一原理，有的人用纸质字卡反复练习，本尼则更时髦。他用手机应用程式，例如 Anki 这类闪卡软件来管理单词，难记的单词排列在前，已掌握的则放在后，由他手动调整顺序。为了方便起见，他把单词按照难度从高到低排序，无论等车还是没事做的时候，就掏出手机看上几分钟，积少成多。这类应用程式会根据使用者对单词的熟悉程度，智能安排重复的时间间隔，在你快要遗忘某个单字时提醒你复习，而对那些已经熟记的词汇则减少出现频率。透过这样的间隔重复，外挂它无论在等车还是休息时，
都能把零碎时间变成记忆的黄金时刻，日积月累下，词汇量迅速膨胀。这种科学的记忆法让他在词汇积累上远远领先于传统死记硬背的人。难道死记硬背反而不如天马行空的联想记忆吗？或许传统的老师们未必赞同这种取巧的方式，但多语者们用他们的成果证明，善用记忆技巧确实能大幅缩短学习时间。事实上，心理学研究也支持这种做法。当我们把抽象资讯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时，记忆会变得更加牢固。因此，多语者们的联想记忆法并非什么旁门左道，而是巧妙利用了大脑的记忆机制。他们让背单词变成了一场充满趣味的创意游戏，而非苦差事。接下来，第三个关键秘籍可以说是多语言达人们公认的重要一环，就是大量接触和输入。简单来说，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沉浸在目标语言中的环境。许多人学语言苦于缺乏语言环境，总觉得不出国就学不好外语，但多语者们偏不信这套说辞，他们会主动想方设法把语言环境搬运过来。除了前面提到的看剧、听音乐这类方法外，本尼还做了一件许多人想不到的事，就是在家乡当起了国际沙发客。他通过一个叫 Couchsurfing 的网站，联系世界各地的旅人，邀请来自己家做客。短短几年内，他在家就接待了2000多位来自全球的旅行者。本尼看中的正是这宝贵的机会，来自不同国家的旅人带来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想象一下，他曾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练习意大利语，在哥伦比亚和人用世界语交流，在香港和人比手画脚学美国手语，甚至在自家款待来自土耳其的客人时练起了荷兰语。透过这样源源不绝的沉浸式交流，他几乎不必出远门，就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练习。通过这些经历，他学到的可不仅是课本里规整的例句，而是真实生活中鲜活的表达方式。语言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产生联系，这给予他的学习极大的动力。其实，学习语言未必非得出国不可。本尼的创新做法就颠覆了这种迷思。如今在互联网时代，多语者们还有另一大利器，那就是线上语言交换。本尼常用的网站之一是 iTalki， 透过这个平台可以轻松找到母语者一起练习对话。试想，世界各地有无数人正想学你的母语，而你想学的语言又恰好是对方的母语。有了网络，双方完全可以互通有无。多语者们充分利用这类平台，有时甚至花很少的钱就能请到外国老师1对1授课。除了 iTalki， 各种语言交换 App、 社群媒体上的语言角落也都被他们玩转得淋漓尽致。对他们而言，只要有网络，就不愁缺少练习对象，足不出户也能沉浸在国际社群中。这在过去几乎难以想象的便利，如今却是人人触手可及的学习外挂。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多语者常用的几项高效策略：热情驱动、记忆妙法、大量输入，以及主动创造语言环境。然而，还有一项常被一般学习者忽略的关键，就是敢于开口，善于输出。许多传统学习者往往羞于开口，怕说错出丑，结果学了多年只能闷在书本里做哑巴。但多语言高手深知语言的本质是交流，如果只是纸上谈兵，永远无法真正掌握一门语言。他们的作弊之道之一就是强迫自己及早输出，哪怕词不达意也要开口去说。被多次提及的本尼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就是第一天就开口说，哪怕只会几个单词，他也要想方设法凑成句子和母语者对话。刚开始当然闹出不少笑话，语法单词错漏百出，但正因为勇于犯错，他才能迅速发现问题并加以修正。如果永远等到准备好再开口，那一天恐怕永远不会到来。另一位多语者来自巴西的小哥也曾分享过类似的经验。在学习日语的第1周，他就鼓起勇气主动搭讪日本游客聊上几句。对方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友善地纠正了他的发音。这短短几分钟的实战令他印象深刻，其效果远胜在课堂上练习半学期。可以说，不怕出错，立即输出是他们快速提高口说和听力的法宝。
要等到完全准备好再开口，还是敢于打破羞怯，边学边说？多语者们无疑选择了后者。他们明白，不经历错误，就无法真正跳出书本，把语言运用起来。正如本尼常说，语言是拿来交流的，不是拿来考试的。与其担心说错，不如开口去说。有趣的是，善用输出和强调输入的多语者，表面路线相反，其实殊途同归，最终都让自己大量的置身于语言之中。其实，在语言教育领域，长期以来也存在着重输入还是重输出的讨论。一些语言学者，如美国语言学家克拉森，强调最大化聆听和阅读等可理解输入，认为只要大量接触有意义的内容，大脑自然会内化语言。也有另一派专家主张，尽早多开口，多练习表达，才能快速培养实际运用能力。然而，多语者们的经验表明，输入和输出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没有足够的输入，你就缺乏输出的素材，而输出的过程又能暴露问题。反过来，指引你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输入。聪明的学习者懂得根据阶段来调整重点，例如初学时期先大量输入打基础，中期开始增加对话和写作来锻炼表达，或者相反，先大胆开口找出薄弱环节，再回过头强化相关的听读。无论顺序如何，输入与输出双管齐下，良性循环才是最快的进步之道。平衡这两方面技巧，也是多语者们深有体会的一点。当然，多语者在学习多门语言的同时，也免不了遇到一些小挑战，比如大脑在不同语言间快速切换时，难免发生语言干扰的现象，不小心就把几种语言夹杂到一起了。许多多语者都有过类似经验，聊着聊着英文，突然蹦出一句西班牙语，或者一时想不起某个词的母语说法，只记得外语的表达方式。这些乌龙虽然有趣，但也提醒着他们必须不断练习，让每种语言都保持在线状态。此外，语言掌握的越多，花在维持上的精力也越大，不可能每门都像母语一样运用自如。因此，他们也学会调适心态，不苛求每门语言都完美无缺，而是接受某些语言比较强，某些则相对生疏的状态。即便如此，他们仍乐在其中，将这些小插曲当作学习路上的趣闻，继续享受着征服语言带来的成就感。综合上述，再回到最初的问题，多语言高手为什么学得这么快？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归根结底，他们找到了正确的学习心态和技巧。他们视语言学习为乐趣和挑战，而非负担，因此能全情投入。他们善用科学方法来记忆与练习，不再埋头苦熬，低效重复。他们勇于走出舒适圈，创造条件将所学融入现实生活，而非躲在课本后纸上谈兵。他们懂得举一反三，活用已知语言的经验去攻克新的语言。可以说，他们就是在合理的作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诀窍来优化自己的学习过程。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多语爱好者们还组成了自己的社群，每年国际上会举办多语者大会等活动，聚集来自各国热爱语言的人，互相交流心得。在网络上也有许多论坛、视频频道，专门分享语言学习的经验。这些多语高手乐于将自己的作弊码公开给同好们，仿佛玩家们交换游戏攻略一般。其中一些话题甚至成为网络上的热门，例如如何像某某一样在短时间内学会多种语言。可见大家都渴望掌握这些诀窍，让自己少走冤枉路。当然，每个多语者的方法细节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多投入时间练习，打破因循守旧的限制，你也能取得令自己惊喜的进步。历史长河中也不乏令人惊叹的语言奇才，在没有现代科技辅助的年代，就有人创下过人的记录。例如19世纪天主教会有位著名的红衣主教梅佐法提，据说能说30多种语言，且几乎从未离开过意大利本土。他身处罗马，却可以使用各种语言与来访的世界各地朝圣者交流，甚至用不同语言听取他们的忏悔。当时的人以为他拥有上天赋予的语言奇迹，但据他的传记记载，
他也是凭借惊人的勤奋和记忆力才达成此壮举。他会收集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对照学习，也热衷于和身边各国人士练习口说。在那个没有录音机、没有手机 App 的时代，他全靠书本和毅力苦学成才。可见，开挂学语言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只要方法得当，古人同样能创造出看似奇迹的成果。顺带一提，过去有一位多语奇女子的故事也十分耐人寻味。匈牙利翻译家卡托隆博精通10多种语言，他几乎完全靠自学。他有一句名言，语言是唯一一门就算学得不完美也值得去学的知识，意思是不要等到十足完美才去使用语言，只要有机会就应该勇敢开口。隆博女士的学习方法与众不同，她并不特别依赖课堂或老师，而是迷上了阅读外语小说。每当拿起一本新语言的小说，她一开始并不查字典，而是凭上下文猜测大意，实在不懂的词再在旁边注上母语，但从不强求自己每句都完全理解。就这样，他沉浸在故事情节里，边读边潜移默化地吸收语言知识。尽管起初只能理解不到一半的内容，他依然坚持把一本本小说读完。随着阅读量爆炸式增长，他的词汇量和语感也迅速提升。最终，他凭借这种方法学会了英语、俄语、法语、德语等16种语言，甚至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同声传译员之一。在那个年代，许多人认为成年后很难再学好外语，但隆博用亲身经历证明，只要方法对头，兴趣浓厚，大量输入同样能培养出惊人的语言能力。更妙的是，掌握多门语言对大脑还有额外的好处。研究显示，双语或多语者在注意力、记忆力等方面往往表现更佳，因为他们的大脑经常在不同语言间切换，就像不停地做体操锻炼。另外，一些科学家发现，长期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出现认知退化疾病的年龄往往比单语者推迟。这可能是因为多语环境让大脑建立了更多备用的神经通路，使其更有韧性。换句话说，学习外语不仅让我们获得沟通的能力，还可能在无形中锻炼了大脑，带来健康上的益处。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瑰宝，每多掌握一门，就多开启一扇认识世界的新窗。多语者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方法得当，态度坚定，我们的大脑潜力远比想象中强大。或许大多数人无需成为精通10几种语言的超人，但完全可以学会2、3门外语，让人生更多彩多姿。希望这些作弊心得能激发你跳脱传统束缚，勇敢追寻自己的语言梦想。也许不久的将来，你也能惊喜地对自己说，原来我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语言高手。那么现在就出发吧，踏上属于你的语言冒险之旅。